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昨天六祖坛经的进度。昨天读到这边六祖慧能呢，听到他工作的磨坊外面有一个童子经过，在唱诵神秀的诗句。那六祖一听就知道这首诗句的大意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嘛，这首诗。他问童子说呢，你诵的这首诗句是什么呢？什么诗呢？童子就告诉他说，你这没文化的南方蛮夷呢，你不知道这是五祖大师出题要做一波传承的。那如果说门人当中写诗出来有入门呢，有领悟了心法大义的话，他就将第六代祖师的衣钵传承给他。所以说，读的这一首是神秀上座的诗读了依照这首诗句来修行的话，免堕恶道，有大利益但是呢，有没有了脱生死呢？没有说。好，所以说慧能这时候就告诉这位童子说呢，我也想要呢前往呢礼拜这首诗句，来念诵这首诗句呢，希望呢结一个善缘你看他说来生缘，来生缘其实就是结下好姻缘，那也就是还有下一辈子嘛，还有轮回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呼应了五祖所说的免堕恶道，但是没有了脱生死。但是呢，六祖慧能也想说呢，结个善缘。那其实呢，六祖慧能是要借着这个机会，请童子带他到钱塘去呢。六祖慧能也想要写下呢他心中的诗句。那六祖慧能告诉童子说呢，你看他很尊称这个童子他只不过是一个童子而已，对不对？可是呢，六祖慧能就尊称他说上人。上人呢，我在这个磨坊里磨米砍柴工作呢，到目前为止8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到过前面的大堂呢，所以说我不认识路。所以说，请上人呢，就请这个童子呢，能不能够帮我带路呢？带我到这个神秀上座所写的诗句前面呢，我也想要来礼拜呢这首诗句所以说，看到慧能呢这么有礼貌本来这童子是很看不起他的可是看到慧能这么有礼貌的要求呢，童子呢就把他引路呢，带路呢到这个等于是五祖禅堂门外的这个墙壁这边礼拜这首诗句那这时候呢，慧能就告诉这个童子说呢，因为我没文化，我不识字，所以呢，能不能够请这位童子呢，帮我请上人呢，你帮我读诵一下这首诗句所以这边就是又再次凸显出了，就是六祖慧能他是没读过书的，没文化的，可是他却能够在没有人教他的情况之下，就能够明白神秀大师的这首诗句呢是没有见性的所以这就是因为六祖慧能他已经跟内在智慧已经连接上了。好，那在六祖慧能呢来礼拜的当下呢，旁边也有一位官员呢正在端详正在这个神秀上座的诗句前面呢，他也来礼拜这首诗句呢。所以他是江州的别驾就是一个官名，他姓张弓长张，名叫日用。他就呢听到了六祖慧能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大声的读诵出这首诗句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首诗句。这首诗句就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这首诗句。这时候呢，慧能听完这首诗句，其实他早就听过了，因为当时童子呢，经过他的模仿旁边的时候，就已经有念过一遍了哈。那慧能也已经听过了，也已经了解这首诗的大意了。这时候呢，慧能又听了一遍这首诗句，这时候呢，他就告诉这个张日用说呢，我呢也有一首诗句。希望呢，别驾尊称他的官名嘛。望别驾呢，希望你能够帮我写上。这时候呢，这个江州别驾呢，他就说了：“你也会作诗吗？这倒稀奇了哈，奇是稀有，因为他已经知道慧能不识字了嘛，连字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听完神秀的诗句之后，竟然他也有一首诗句了，所以说他心里就想说，这可神奇了，你连大字都不是一个，你怎么会作诗呢？他就有了一个疑问咯。好，那这时候呢，六祖慧能就跟江州别驾讲了一段话，也是很经典的。他说呢，如果一个人呢，想要参学，想要领悟这个无上的菩提菩提自信一个修行人，你如果想要开发你内在这个菩提自信的智慧的话，想要学习，想要开发自己内在智慧的话呢，你心态上面不得轻于初学我们既然要学的是佛性平等这个无上菩提正法的话，心中就不能存在一种看轻别人的那种分别心因为当我们看清别人自尊自大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相人相的分别出来，就有了对贫富贵贱的分别出来了。那当有我相人相这种分别心存在于我们的八识田当中的时候呢，它就像乌云一样，会障蔽了我们无上的菩提自信的显现所以说慧能告诉江州别驾说，任何一个人如果呢，你既然来到这边了，你既然在研究这首诗句，想必你也是一个学佛之人。如果呢，想要学会，想要领悟这个无上菩提自信就不能够对任何人有这种轻视的心有这种我相人相的分别心，哪怕他是一个初学者，哪怕他是一个没文化的人我们不要存在这种分别心。为什么不要存在这种分别心呢？因为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人虽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没文化的人跟地位很高、高知识分子或是大修行人，虽然说他们的肉体不一样，但佛性有何差别？所以说六祖慧能告诉他说呢，下下人有上上智，像慧能这样子的，连一个童子都看不起他的下下人，但是呢，他有没有上上智呢？当他内在智慧开发出来的时候，哪怕他是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不识字的、没文化的一个人，他能不能够透过内在的般若智慧呢，来运用出来呢？虽然说他第六意识心是没有学习过文字，没有学习过这些不是字嘛，没有学习过这些教育知识，但是虽然他第六意识心很单纯，很没文化，可是他内在般若智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是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所以说下下等人同样有上上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轻于初学。我们既然要开发这个无上智慧的话，
那你如果看清别人，相当于我们只看到他的表象，我们却看不到这个内在智慧。那我们看不到内在智慧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自己内在的智慧呢？就只看到表面而已，只看到我相人相而已，就被这个表象给迷惑了，所以就障蔽了对于自信智慧的显现，就被迷惑掉了。那像江州别驾、像神秀上座，他们这种上上人特别容易被第六意识心给障蔽，被这个分别心给影响。所以当时五祖大师也说：“思量即不中用。”换句话说呢，如果想要取用内在智慧、取用内在般若智慧的话，你用第六意识心去想是没用的，结果就会像神秀一样，烦恼却写不出诗句来。见性的人他不是用想的，不是用思量的，所以这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所以说下人像慧能这样下人，他同样能开发出无上智慧，而像这个江州别驾，还有像神秀上座这样子的知识分子、高僧大德呢，当他能够放下这个第六意识心的眼耳鼻舌身意嘛，莫意之就是你必须要除去这个我相人相，把这个第六意识心给放下了，这时候你才能够显现内在的般若智慧。所以说我们说文字障，还有说这些知识知解中途容易被这个知识给障蔽，就是这样。上人他的这个第六意识特别厉害，特别聪明，他反而容易呢受限制了，受限于这个第六意识心的聪明巧智当中，他反而就无法开发其他内在的智慧，就像神秀一样，他只是很聪明的去研究佛学而已，可是却没有办法像一个六祖会的一个不识字的祖师一样，他就能够直接跟内在智慧连接上了，他不用学习却能够知道了解这些诗句背后的心法大义。所以说下人与上人是佛性平等的，下人也有上智，但是上人呢，他必须要放下对第六意识心的依赖，这个般若智慧无上菩提自性才能够显现出来。那当我们看清别人呢，去分别人有上下有贵贱的时候呢，那无量无边罪，你就产生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很多的分别心产生出来之后，就形成了无量无边的因果循环轮回因为呢，当一个人在轮回之际，如果无法了脱生死的话呢，他又落入轮回了。那这个轮回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了脱，所以无量无边罪，这指的就是说轮回，你陷入一个生死分别心，陷入我相人相，迷失在这个生死海之中的时候，迷失在这个生死苦海的时候呢，自信迷失了，这时候就落入轮回。落入轮回之后呢，那轮回不知道轮回多久啊，是无量无边啊。轮回的时候是不是又会再造业呢？是不是又会再犯过呢？那是不是又再落入轮回了呢？所以说就产生无量无边罪了。所以说轮回就是跟这个我相人相有很大的关系产生分别心，产生贪欲，产生爱渴。所以呢，慧能他虽然从来没读过书，那这个江州别驾一读诗句给他的时候，存有这种好像轻视的心态，慧能马上就机会教育给他说，不能看清楚学。像我这样下等人，也是佛性平等。那上等人呢，聪明人呢，反而要放下这个第六意识心，你的无上菩提的般若智慧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千万不要存在于这种对表象的身心表象的分别心否则落入轮回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轮回境界里，你就有无量无边的罪好受了，就不能自在了。这时候呢，江州别驾就告诉他说：好，你尽管呢念你的诗句，我会帮你写出来。未来如果呢你得到了达摩祖师的传承，成为第2代祖师的话，你一定要先度化我，因为我有功劳。勿忘此言哈，千万别忘了这个承诺喽。好，所以说别驾这个江州别驾也算是真的很好佛，因为他也很想要这个欲学无上菩提，所以他感觉到六祖慧能不一样，不是字却有大智慧，所以他马上态度转变了，就说好，我帮你写诗句，如果呢你能够得到心法传承，你一定要记得要度我，千万别忘了这个约定。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读后面的诗句。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